时代场景变化，随潮流的步伐，好坏对错黑白真假。都市进步繁华，古老和新颖转化，价值多少如何评价？守候在门里面，不想外望一下，就看不到天空有多大。以为要个性，却不知什么代价。理想再大，也只是空话。在美丽新世界，我们一起计划，在未来展望最色彩奔跑。放下彼此隔膜，在随希望出发，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共同努力正能量激发。对不起，你的手机。谢谢，我正想要回去拿的。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偷拍我的照片，我可以告你侵犯隐私的。哦，其实我是想要试一试这手机的拍摄性能。你不喜欢啊？我可以把它删掉的。不用，你如果喜欢，你可以把它留着，送你，当我背包。什么来的？回去问你大哥。拜。路悠悠，未曾遥问，心一抽，清明月带问候，思念的人儿泪长流。是不是真的动了情？我一定是疯了，我怎么可能对那个火星人有感觉？不过这女子如此强势凶悍，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意呢？他看我的时候，为什么我心跳这么厉害？可是她穿上旗袍的时候，真的跟小梅一模一样。到底我喜欢的是小梅还是她呢 ？No， 不可能的，我不可能会喜欢他。他也只是把我当成小梅的替身。没错，我一定是把她当作是小梅，才会有刹那间的错觉。对，一定是这样。就是如此，别瞎想了，睡觉吧。阿公，医生有说什么时候动手术吗？后天早上9点，医生说手术要5、6个小时。过来，我请你吃叉烧包好不好？你吃，我们一起吃啊。你希不希望有多一个男孙呢？我喜欢热闹，越多越好。双喜啊，这是我为你求的多子服务，会给你们夫妻多生儿子的，为连家传宗接代，只要你放在床褥下就行了。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不要再搞这些东西了。要是给诗妮知道了，又要大吵大闹了。你刚才没听你阿爸说的话吗？难道你不想圆了他的心愿？我想有什么用啊？现在生不生孩子啊，是由你二嫂决定的。为什么由他决定啊？你才是一家之主啊！做女人的，在家要从父，出嫁要从夫，老来要从子。他不懂的话，你要教他啊。现在什么时代了？而且啊，她是你二嫂，你要尊敬她，不要老是教训她。我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啊！你不为连家的香火着想，也要为爱丽丝想一想啊！难道你不觉得她很寂寞吗？她多渴望有一个弟弟或妹妹为伴啊！拿出男子气概来，做丈夫的
教育不了妻子，就失去了威严；做妻子的侍奉不了丈夫，就失去了道义。连家的后代是由你来做主。说的容易啊，你二嫂她现在在吃避孕药，怎么怀孕呢？什么是避孕药？就是吃的让自己不能够怀孕的药啊。啊，竟然有这种药啊！这种药怎么可以乱吃呢？万一吃坏了身体，以后不能怀孕怎么办呢？那倒不会，只要停止不吃，还是可以怀孕的。那你还是叫他别吃了，趁年轻快马加鞭。你老爸已经时日无多了，早日为他多添一个男孙，这样才对得起连家的祖先呐。第二，爸明天几点动手术啊9点半。怎么了？爸的情况很不乐观啊。也不是，只是今天看到老爸和隔壁床病人的孙子玩得很开心，心里有点难过。难过什么？老爸很喜欢小孩子的，他也说孙子越多越好。这么想孙子，下次带李轩去看他不就好了？爹啊，我们很久没有那个了啊。等一下，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避孕药啊？没有啊，你会不会放在别的地方啦？不可能啊，怎么会不见了呢？哎呀，爹啊，一天没有吃不要紧的啦啊。不行，昨天也没吃，不能冒险，还是睡觉吧啊，睡觉睡觉。嗨，不好意思啊，临时找你出来，找我有什么事啊？我想找你合作。找我合作什么？你不要再找我搞什么娱性节目的，表演孙悟空比翼双飞的那种。谁要跟你比翼双飞啊？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要结婚，他未来的太太是个洋人，所以他们想要办一个中西合并的婚礼，送给亲戚朋友的喜饼也是中西合并的，所以才找你合作。中西合并，不伦不类的。怎么会呢？我觉得很特别啊！送这种礼盒呢，可以让双方的亲戚朋友都可以认识中西方的礼俗，哎，他们一定觉得很新鲜有趣的。我们华人怎么可能跟洋人在一起？他们的思想文化跟我们华人相差18000里，要如何相处？你没听过真爱无国际吗？异国恋现在很普遍的，少见多怪。那新郎的双亲呢？如果他们听不懂英文的话，娶了个洋媳妇回来，要怎么沟通啊？你又不是人家老爸，你管这么多干什么啊？我现在只是想要知道，有生意送上门，你做还是不做？生意送上门不做的话，你好像跟自己过不去哈。好吧，做就做吧。那好吧，你就负责中式的喜饼，我呢就负责西式的蛋糕。我们各做一个样品给顾客过目，如果他满意的话呢，就会跟我们订。20盒。200，什么来的200盒外星人。 200盒啊！哇！祖先保佑。 That's not what we wanted. It looks too cheap. We were all looking for something elegant and sophisticated. What is this? 哎，他说什么？ 他说礼盒太俗气，不符合他的要求。我早就说了嘛，中西合并，不伦不类。不是中西合并的问题，是你们呈现的方式太老土了。我们是依照你们的要求准备的。
潮州人的传统，新娘送喜饼给亲戚，除了送豆沙饼，还包括了明糖、豆贡、豆润、老妈糕。可是你们要的是中西合并，我们只好舍弃这些食品，用蛋糕来取代，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的是有创意、有诚意的礼盒，不是放几个豆沙饼、几块蛋糕就说是中西合并的礼盒。我明白的，我们会按照你的意思重新设计，到时再让你过目。OK？ 好，我的太太很欣赏中华文化，所以想到中西合并的礼盒，这是我们一生一次的大事，希望可以做得最好。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到让顾客满意为止。你是我的朋友，我更加不能让你失望的。好，就等你的消息吧。Let's go。自古以来，喜饼礼盒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不是老土。我觉得做生意就应该顾客至上，顾客如果不满意，我们就做到他满意为止。永康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传统需要继承，可是一直要不断的创新，因为只有这样，传统才不会被淘汰啊。那你说该如何创新？首先，我觉得包装就要改变，我会找个设计师来重新设计礼盒。至于喜饼跟蛋糕呢，我觉得要想个方法来呈现。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蛋糕跟喜饼的形状。分担成本，我没意见，但是要改变喜饼的形状，我不同意，也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你知道喜饼为什么是圆的吗？代表着圆圆满满，里头甜甜的馅料，代表甜甜蜜蜜。婚嫁送喜饼，就是要借着喜饼把婚嫁的喜悦传出去，祝福新人甜甜蜜蜜，圆圆满满。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典故。如果把喜饼原来的形状也改了，就失去原有的意思。我不同意，我觉得形状只是一种象征，婚姻代表着真爱和承诺，最重要的是传达喜悦的心意，没有被改变。那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改。你该不会是临阵退缩吧？当然不会啊，我连文鼎一言九鼎，答应过你，一定会做到。看时代场景变化，随潮流的步伐，好坏对错黑白真假。都市进步繁华，古老和新颖转化，价值多少如何越评价？做越不像样。我已经尽力了，你叫我该如何是好？最重要的是传达喜悦的心意，没有被改变。你知道喜饼为什么是圆的吗？代表着圆圆满满，里头甜甜的馅料，代表甜甜蜜蜜。婚嫁送喜饼，就是要借着喜饼把婚嫁的喜悦传出去，祝福新人甜甜蜜蜜，圆圆满满。祖先保佑，爸的手术算是成功，现在只希望他顺顺利利完成化疗。来吃饭吧。吃饭。化疗那么辛苦，老爸的年纪那么大了，都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了。听说接受化疗时，饮食的营养很重要，我们该怎么照顾他？表姐，这点你不用担心，伯父的饮食就由我来负责吧。哎，温柔，真的是谢谢你啊，老爸有你照顾，我就放心了。阿柔，多亏有你，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哥，像阿柔这么好的女孩子，你还不赶快把她娶过来？很抢手的，别给别人抢了。是啊，要是大哥啊和温柔结婚，老爸一定很高兴的，这也能够了了老爸的一桩心事嘛。耶，大伯，迪士尼伯要结婚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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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不要开玩笑，吃饭。什么开玩笑？我们是说真的，不是有冲喜这个说法吗？说家里有人生病就办喜事，可以把霉运冲掉。现在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相信这些东西？这是以前的人传下来的，宁可信其有嘛。文定，你说是不是啊？没错，根据习俗，要是现在不结婚，如果老爸过世了，你要守孝3年。你都快40了，应该结婚。我跟温柔不是你们想象中那回事，不可能结婚的。是啊，太快了，我跟大喜哥还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呢。
怎么会快？不要说那么多了，吃饭了，给我夹点鱼。喂，我是欧阳璇的朋友，他发生车祸进了医院。怎么会这样子的？在哪间医院啊？啊？好好好，我马上赶过来。护士小姐，不好意思，帮我查一下，是不是有一位叫做欧阳璇的女孩子进了医院？她是因为车祸进来的。我们的记录没有这个病人啊。怎么可能呢？她朋友打电话跟我说要送进医院的，你查清楚好不好？对不起，我们的记录真的没有这个病人。怎么可能呢？或者你帮我问看是不是转去别的医院了，好不好？先生，你冷静点。你叫我怎么冷静呢？他不能够有事的，你帮忙。大喜哥，其实，你心里真正爱的人是小璇，对吗？我跟小璇只不过是普通朋友。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一听到小璇发生意外进了医院，就慌到连我的声音都不认得，然后第一时间就赶来医院。我刚才看到你紧张的样子，我就知道，其实他才是你真正爱的人。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对情侣，可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更像是普通朋友，甚至比普通朋友还要客气。那天，我注意到你看小璇的眼神，我就知道你心里有他。结果我一试就试出来了。既然你不喜欢我，那你为什么还要接受我呢？对不起啊，我以为我可以忘记小璇，所以想跟你尝试来往，可是我发现很多东西勉强不来的。谢谢你对我坦白。我知道你是一个对感情很专一的好男人，可惜你先认识小璇，是我没有福气。我跟小璇一直都没有开始过，我想以后也不可能开始的。可是你心里始终放不下他，对吗？我不想介入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子只会对我们彼此造成伤害，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到此为止吧。你不用觉得愧疚，我没有怪你。如果你真的喜欢小璇，就应该勇敢地向他表白，追求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对不起啊。你不用再说对不起啦。祝福你跟小璇。谢谢。祖先保佑，祖先保佑。什么？你没有取消婚礼？你们怎么了？怎么可以把婚姻当儿戏呢？我的父母年纪已经大了，他们希望我结婚过后可以辞掉英国的工作，回来新加坡定居，一家人住在一起，有个照应。没错啊，为人子女，照顾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 Anna 在英国有她的事业，她希望结婚之后，我可以跟她移民到英国。这怎么可以啊？父母之恩重如山，身为子女的应该要尽守孝道。蔡先生，你的坚持是对的。这位大师，您还是别说话，让我来说就好。Anna, why don't you have a good talk with Yongkang?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someone who doesn't even care about me. You know I care about you, but I cannot abandon my parents to migrate to England with you. I've given in to you so much. Can't you just do this once for me? Fine. If you're so unhappy, let's end it. Huh? Okay, just cool your head first, okay? There is a saying, being deeply loved by someone gives you strength, while loving someone deeply gives you courage. I believe, as long as both of you love each other, anything can be resolved. And to celebrate this very deep and strong love between the two of you, we specially create this for your big day.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stom, the Dao Sa Piao is actually made round.
However, in order to inject a Western element into this traditional pastry, we made it heart-shaped, which represent love. 这双喜的意思呢，通常是用来婚姻之喜的，是喜事双成的好兆头。我非常喜欢。Han, do you like it? Yes, I do. It does represent both cultures. I like it. 谢谢你们为我们设计那么出色的礼盒。我们是用真心和祝福去设计这个礼盒的。我相信婚姻里一样，只要你们真心相爱，一定可以突破种种的障碍，永远走在一起的。虽然我不赞成异国婚姻，但是我还是要祝福你们白头偕老，永浴爱河。Sorry, I was too harsh to you just now. No, it was my fault. I just lost my temper. I'm sorry. Let's not fight anymore.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终于雨过天晴了，还好他们两个没有取消婚礼，要不然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没想到你说起男女感情的事，说得如此头头是道，细腻动听。我刚才说很多啊，你说哪一句啊？你说只要两个人能够真心相爱、真心付出，一定能够冲破种种的障碍。那是因为我相信真爱无敌。你不同意啊？你真的认为真爱可以化解所有的难题？好像安娜和永康，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之间一定有很多的矛盾。可是就是因为他们是真心相爱，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起去面对困难，走在一起啊。虽然他们的路还有很长，可是我对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都能够在一起吗？只要是真心相爱，为什么不能？你是不是又想起小梅了？这么喜欢她，又不去争取，现在叹气有什么用？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我是无法再回去了。你不是常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吗？是大丈夫就要拿得起放得下，回不去就要向前看。有些事情，不是说想要忘记就能忘记。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会勾起很多回忆。是不是我又让你想到小梅？我是我，小梅是小梅，请你不要混淆，也不要把我当成小梅的代替品。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被我说中了吗？我自己都不清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自己的感情，你怎么连自己都不清楚啊？最讨厌优柔果断的男人。这是文鼎哥买的烧鸭。都已经有那么多菜了，为什么还要加菜啊？我们跟蛋糕店合作的中西合并喜饼礼盒非常的成功，顾客给我们订了200盒，所以就砍一只烧鸭庆祝庆祝。这次能够跟美人合作成功啊，都是你的功劳，都是那个蛇美人的功劳。她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很能干。Uncle Gary， 你说的是那个母夜叉？不准没礼貌，你应该叫她美人阿姨。可是你以前都是这么叫她了。对呀，你什么时候和那女人的关系变得那么融洽？现在还对她赞不绝口，简直是180度转变。是不是你最近跟她走得很近，对人家有意思啊？你胡说，我只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况且我跟她在一起是为了公事，为了喜祭。是啊，文鼎哥是一心一意为这喜祭的。我有个想法，
既然我们和蛋糕店合作的中西合并喜饼礼盒这么成功，不如我们分别把礼盒放在喜记还有蛋糕店卖，你们觉得如何？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流行中西合并嘛，可能可以吸引更多的新顾客。好啊，我也没意见。那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了。那就这么决定了。好，来吃饭。大哥啊，我在报纸上看到一间旅行社举办情侣日游，不如你就带阿柔一起去参加吧。不用啊，你每天除了在洗剂忙，回到家里还要做家务、煮饭的，比女佣还忙。你就趁这个时候拿一天假，和大哥去放松一下吧。不用啦，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你每天忙进忙出的，去放松一下吧。是啊，去吧，难得大家都叫你们去玩，我想拿一天假期都难啊。其实我们现在去有点怪了，我们都没有开始过，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嘛。为什么？阿柔，他说的是真的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是不是大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关大喜哥的事，我们都觉得我们做朋友比较开心，比较舒服。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决定。这是真的吗？本来以为你们两个有了进展，原来是没了发展。你先别睡，我有话想问你。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温柔要跟我分手，不要再问了。刚才吃饭我说得很清楚。你是不是还是忘不了小璇，所以才跟温柔分手的？是温柔提出分手的，不是我要的。无端端温柔怎么会跟你提出分手？你是不是做对不起她的事？啊，被我说中了。你到底对她做了什么？温柔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要伤害她？我没有做什么东西，是他发现了我放不下小璇，他才提出分手的。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既然你已经选择了温柔，就不要再想小璇了。我也很努力想要把他忘记掉，可是我真的做不到。哎呀，这些事情你不会了解的。我为什么不了解？我也是过来人啊。你这样对温柔，她一定是很难受的。我也是一样难受啊，感情东西不能勉强的。她处处都为你着想，她的确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她为我们连家付出那么多，我们却这样对她。祖先保佑，祖先保佑。睡不着？你不用难过，你是个好女孩，一定能找到一个好归宿。我想到楼下走走，你可以陪我吗？可以啊。以前大喜哥也常常这样陪我散步。以后你想散步，你可以找我，我可以陪你。谢谢你啊，文鼎哥，你对人真好。其实你们连家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好人，只不过是我没有这个福气。你别这么说，老天不会辜负好人，总有一天你会找到比大喜更好的男人，托付终身。会吗？我会有这种福气吗？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我不需要大富大贵，我只是要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这样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是为什么越是简单的要求，越是难达到？你哭吧，哭出来会比较舒服。啊。有
被你拆穿了。我心里想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那是因为我很了解你啊。那好，细节就说定了，我们下次再约个时间再谈。 OK。先走了。哎，你来啦。你有朋友在，就不打扰了。我们再联系。 OK。他怎么会来找你啊？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还谈得这么开心？他找我有事谈啊。他该不会想要跟你复合吧？他就算真的想要跟我复合，那也不关你的事吧？你该不会是吃醋啦？我怎么会吃醋呢？我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而已。那谢谢你的关心啊。朋友，找我有事吗？我们坐下谈。那是这样的，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合作中西合并喜饼礼盒非常成功。我想我们继续合作，推出喜饼礼盒，在喜记还有你们的蛋糕店里面卖，你觉得如何？我觉得这主意不错。那利润怎么分？当然是5-5分账啦。我蛋糕的成本比较高，5-5分账对我不公平。好，如果你觉得不公平的话，我们都可以谈。对不起。要是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你们可以拿6，喜记拿4。下次再谈吧。哎，我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为什么不谈？今天没有心情谈。这女人怎么搞的？阴晴不定，真的是难以捉摸。温柔，心情好点了吧？我好多了，谢谢你。佘先生，来买饼啊？是啊，给我一盒豆沙饼。好的，我拿给你。佘先生，我刚才到蛋糕店找美人。美人有事吗？没什么，只是她的前男友来找她。当初他们分手，是因为她前男友的母亲不能接受美人。如果这次他们又再复合的话，我担心那老太太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放心，美人对感情的事很有分寸的。我是担心美人会再次受到伤害。据我所知，那男子很自我，常常要美人顺从他的意。我见过袁冰，不像这种人。是吗？不过那男子的性格的确不够坚定，没有对美人坦白，美人才会受到伤害的。刚才我看他们谈得很开心，看得出那男子还是很喜欢美人。我怕美人会重蹈覆辙。谢谢你的关心，我会让他知道的。这就好。你在笑什么？你觉得连文鼎人怎么样？无端端的干嘛提到那个外星人啊？你们是不是吵架了？谁有空跟他吵架？人家说不食人家不聚头，你们应该是这样吧？我跟他没有很熟，话不投机。如果不说的话，他怎么可能这么关心你？还怕你被伤害，要我提醒你。他跟你说什么？他说袁冰来找你，还看见你们两个聊得很开心，他担心你会被袁冰骗了。这个死火星人还真多事，连这种事也告诉你。他不是特意告诉我的。我到洗机去买饼的时候，我们随口聊起。大，要是他下次再告诉你这些无聊的事，你就不用管他了。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我怎么可能喜欢他？他又老土又大男人主义，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根本就不会看上他。世事无绝对的，差异再大，如果相爱也可能在一起了。我跟你妈相差10多岁，性格也不一样，我们还是结为夫妻。有了你，总之我们是不可能的。
顶啊！我管你是什么顶啊！见到女生又拖又抱，你不是色狼，你是什么啊？我真的不是色狼。哎呀，小梅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不是约好3点在餐厅见的吗？我找到，我知道你在此练习，所以就来看一下西洋击剑。那你现在看到了啊，怎么样？感觉还不错吧？这种西洋剑呢，细细一条，刺在身上不痒不痛的，怎么能比得上中国剑术的凌厉和奥妙呢？你看不起西洋剑啊？不是看不起，只是感觉像小孩玩的游戏。小孩玩的游戏？那你敢不敢来比一场？好啊，反正我有时间。我。这西洋剑真的是不好玩耶。看来有人不服气哦。当然不服气啊！我没学过一招半式，被你打败，你也不光荣吧？好啊，那我就教你一些基本的招式，等你学会了，我们再来比过。好啊。好，就这么说定了。你们蛋糕店呢，利润分6成，喜剧4成，这样公平吧？认真算起来呢 ，The Kayla 还是吃亏的。不过我就大方一点，不跟你计较了。合作愉快。祝这个雷卡拉还有喜剧呢，生意红红火火啊 The Kayla 是叫 The Kayla，OK？你也知道我的英文程度是有限的。我知道啊，跟你击剑的技术一样烂哦。哎，只要我多加以练习的话，他日一定会胜你的。好啊，我就等你来下战书啊。对了，你还有没有跟你以前的男朋友一起练剑？我正想问你这件事，你为什么跑去跟我爸说袁冰的事，还叫他提醒我要小心袁冰？我是出于一番好意，难道你忘了吗？你为了他哭得这么伤心，我不想你重蹈覆辙，走回同样的路。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啊？我们是朋友嘛，朋友就应该关心的。真的只是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帮你找回戒指的时候，你答应过我的事？我记得。我答应过你，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上山下海在所不辞。我现在就要兑现承诺。你要我做什么？我要你把小梅的戒指拿下来，我不想看到她。你不需要马上答应我，你可以回去想清楚了，再告诉我答案。我先走了。先生，请留步。哎呀，我看你呀，满脸落寞，眼神迷惘，
愁肠百结，是否心中有所隐忧？可否让在下替你排忧解难呢？你忘了我了？我们见过吗？我曾经问你，我找不到回去的路，要你为我指点迷津，你却说从何处来就往何处去。啊，是你呀！呵，上次你给我的是什么钞票啊？你看都不能用的。是你自己说不介意旧钞票的。我怎么知道你指的是这么旧的钞票啊？我不管，你快还钱，不然我报警了啊！好，我还啊，快还！这里4块钱。好，谢，这个还给你。哎，年轻人何必走得那么急呢？既然有缘相见，就坐下来先谈谈嘛。走。哎呀，嗨，我看你心事重重，是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呀？也许我帮得上忙啊。你上次都没帮我找到回去的路。哎，不是找不到，而是时机未到。上一次回不去，下一次你肯定回得了。希望你这次真的能够帮到我。说来听听。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她的长相和我以前的心上人长得一模一样。你为她着迷了？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喜欢上她，还是我把她当成是我以前心上人的影子？不是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其实你眼前的她跟你以前的那个女朋友是2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只因为你身在其中，一时迷惑罢了。那我该如何是好？请你为我指点。其实，答案就在你心中，只是因为你不愿意去面对。没错，是我不愿意去面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未来，接受了他，却不能厮守一辈子，对他也是一种伤害。年轻人，何必作茧自缚呢 ？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and today is a gift.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昨天是历史，明天是个谜，今天是一份礼物。还不明白啊？那这样解释吧。昨天是一张废票，明天是一张期票，而今天是一叠钞票。请问你要废票、期票还是要钞票呢？当然是钞票啊！手上没钱了，连饭都没得吃。你看，答案不是有了吗？小妹，